第84章伊丽莎白。看见妹妹疑惑的眼神，克莱恩突然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他上下打量了对方几眼，表情严肃的说道：“梅丽莎，你也不够尊重今天的晚宴。”什么？梅丽莎一脸的不解。克莱恩指着她的脖子道：“作为女士，你还缺一根点缀这里的项链。”不等妹妹开口，他笑呵呵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根被天使羽毛簇拥着的银质护身符。还好，我替你准备了。梅丽莎先是一愣，旋即脱口问道：“多少钱？”妹，你关心的重点不太对啊。克莱恩无声吐槽了一句，笑呵呵解释道：“实际上它并不贵，因为最初只是半成品，我仿照之前见过的文物，雕刻了祝福的咒语和漂亮的花纹上去。你雕刻的？”梅丽莎果然被带歪了注意力。怎么样？觉得我的手艺怎么样？克莱恩顺势就将护身符递给了妹妹。梅丽莎翻来覆去看了好几眼，轻咬了一下嘴唇道：“我喜欢周围的天使羽毛，觉得我雕刻的皱纹和符号很丑，就直接说嘛，不用掩饰。护身符看的主要是效果。”克莱恩嘴角微抽，正在劝说妹妹接受，就看见梅丽莎带着一脸勉为其难的表情，将银质的项链戴到了脖子上，并认真摆好了护身符的位置，完美。克莱恩打量一眼，浮夸的赞美道。梅丽莎瞥了他一下，低头看着护身符，闷闷说道：“克莱恩，你以前不是这样的。这样，也许是因为有良好的工作，有了不错的收入，整个人都变得自信了。”克莱恩打断了妹妹的话语，先行做出了解释：“哎，虽然我接受了原主的记忆碎片，在大的方面没什么问题，但一些细节上还是习惯性呈现真实的性格。尤其和班森、梅丽莎相处越来越自然以后。”他暗自叹了口气。梅丽莎似乎认可了他的理由，抿了抿嘴道：“你现在这样很好，真的很好。”兄妹俩闲聊了一阵后，班森换好衣物下楼，白衬衣、黑马甲、燕尾服、黑色领结和笔挺的裤子让他整个人焕然一新，像是那种拼搏多年后有了自己事业的成功人士。发际线也很像。克莱恩心中暗笑道：“非常棒，班森，你就适合这么穿。”他笑容灿烂地摊手道。梅丽莎也在旁边认真的点头附和。事实证明，衣服比本人重要。班森自我调侃了一句。克莱恩趁机掏出剩下那个护身符，将之前的说辞重复了一遍，末了道：“我也给你制作了一个，还不错，我会随身携带的。”班森坦然接受，并打趣道：“克莱恩，即使以后你突然会理发，会做衣服，会修钟表，会喂养卷毛狒狒，我也不感觉奇怪。人生总是充满惊喜和意外。”克莱恩笑着回答。接下来，兄妹三人拾掇好自身，走出大门，乘坐五轨公共马车抵达了塞琳娜家所在的北区法尼亚街。伍德家也是联排的房屋，但和克莱恩他们不同，这里有门廊，有门前小草坪，显得更加雅致。拉动门铃，克莱恩、班森和梅丽莎仅仅等待了10几秒，就看见了今天的主角塞琳娜·伍德。这位有着一头酒红色长发的女孩欣喜地给了梅丽莎一个拥抱。“我喜欢你这条裙子，它让你显得特别美丽。”塞琳娜身旁是她的父亲老伍德先生，贝克兰德银行停根分行的资深雇员。“欢迎你，我们可敬的兄长，欢迎你，我们的青年历史学家。”他故作夸张地招呼着班森和克莱恩。青年历史学家，为什么不加有良心的描述？克莱恩腹诽两句，取下帽子，微笑回应道：“伍德先生，你比我想象的更加精神，也更加年轻。”他的恭维风格不知不觉就偏向了大吃货帝国。班森则伸手和老伍德握了握道：“我认识不少的银行雇员，但他们都一样高傲、僵硬，就如同最新型号的机器，没有一个像您这么有风度。如果你是在银行见到我，或许就不会这么评价了。”老伍德笑得非常开心。寒暄之后，穿着新长裙的塞琳娜略有点蹦跳的引着兄妹三人往内，时而音量正常的说：“伊丽莎白已经到了。”时而压低嗓音对梅丽莎道：“你两位哥哥比我想象的英俊。”“喂，我的听力很好的，虽然你是在说赞美的话。”克莱恩无奈的看着前面并肩而行的两位16岁少女。“也不对，我现在这个样子和英俊还有不短的距离啊。”“塞琳娜小姐，你之前究竟把我和班森想的有多丑？一个内敛阴郁、不修边幅，脸色苍白，眼睛无神；一个头发稀疏，过早衰老。”克莱恩顺手捏了捏眉心，勤快的练习凝视。塞琳娜小姐身体健康，情绪兴奋，非常快乐。老伍德先生的肺部有点小问题，对，我看见他的烟斗了。克莱恩心情不错的扫视着在场众人。
伊丽莎白，梅丽莎来了。这时，赛琳娜语气轻快地向着前方招呼道。一位身穿蓝色蕾丝长裙的少女走了过来，她有着天然卷的褐色长发和可爱的婴儿肥。克莱恩看得愣了一下，因为他认识这位少女，在地下交易市场，他还帮对方挑选过护身符。伊丽莎白先是和梅丽莎打了声招呼，接着望向了班森和克莱恩。他怔在了那里，眉头微微皱起，似乎在思索什么。很快，伊丽莎白露出笑容，若无其事的礼貌问好。克莱恩也装作没认出对方，在老伍的引领下来到客厅沙发区域，被介绍给赛琳娜的哥哥克里斯和其他客人。看着班森以自家隔壁孝德先生为话题，和克里斯等事务律师聊得相当愉快，克莱恩不禁有些羡慕。我就没有这样的交际能力。他从角落的桌上拿起一杯餐前酒，安静旁听，时不时点头，并附和着笑两声。没过多久，客人们全部到齐，晚宴正式开始。因为邀请的客人太多，伍德家的餐桌无法承担，所以晚宴是以自助的形式展开。女仆将牛排、烤鸡、炸鱼、土豆泥等食物一盘盘端上，放于不同的桌上，男仆则负责切割，让分量适合取用。克莱恩看到那些典雅的釉质餐盘和银质的刀叉，不由暗自啧舌，觉得仅仅只是中产阶级的伍德家太过奢侈。既然这么有钱，那克里斯为什么还要为婚礼多准备几年？他疑惑地想到了妹妹曾经说过的事情，也许就是为了积攒这样的餐具，才要多准备几年。对这样的家庭来说，体面很重要。思绪纷呈间，克莱恩拿起一个瓷盘，来到餐桌前，插了一块涂有蜂蜜的烤肉。就在这时，脸上有着可爱婴儿肥的伊丽莎白靠拢过来，望着食物，低声说道：原来你是梅丽莎的哥哥，谢谢你。赛琳娜很喜欢我送的护身符，说刚戴上就感觉身体变得健康。赛琳娜，护身符。克莱恩忽然记起了身旁少女当初挑选护身符的理由，送给一位喜欢神秘学的朋友做生日礼物。那个朋友是赛琳娜。赛琳娜喜欢神秘领域的东西。克莱恩微皱眉头，礼貌笑道：那可能只是安慰剂一样的作用。说完这句话，他开始等待对方赞美罗塞尔大帝，可伊丽莎白的反应是一脸的懵懂。什么是安慰剂？就是纯粹的心理作用，有的时候我们坚信自己会变好，就真的会变好。克莱恩粗略解释了一句。不，他说和他以往买的护身符都不一样，感觉不一样。伊丽莎白强调道。他侧头看了克莱恩一眼，好奇说道：我没想到梅丽莎的哥哥竟然是一位神秘学专家，你知道的，我是学历史的，总是会接触到类似的事物。克莱恩不着痕迹的将话题带过，转而问道：你也在廷根市技术学校？不，我和赛琳娜、梅丽莎以前是同学，后来他们去了技术学校，我在附近的伊沃斯公学。伊丽莎白认真解释道。公学不是公立学校，而是面向公共招生的学校，由好的文法中学演变而来，以培养能考入大学的毕业生为目标，学费相当昂贵，且会考察学生的家庭背景，即使一般的中产阶级也难以承受。他没有多聊，挑选好食物就返回了赛琳娜那边，祝贺过今天的主角生日快乐。晚宴渐渐进入尾声，克莱恩和班森被邀请着加入了德州扑克的行列。小忙助半便是，大忙助一便是，而梅丽莎和伊丽莎白、赛琳娜等朋友去了2楼，不知道是聊天还是玩别的游戏。克莱恩今天运气不佳，玩了20来把，竟然都没拿到过好的手牌，只能不停的看牌弃牌，充当看客。他又一次翘起纸牌一角，发现是红心2和黑桃5，要不要炸呼一把？克莱恩考虑片刻，还是没能鼓起那个勇气，并克制住了用占卜作弊的冲动。他盖好牌，敲了敲桌子，示意不跟住，然后起身离开长桌，前往盥洗室。罗塞尔也是有强迫症的人，竟然找了奇怪的理由，将这种玩法继续命名为德州。克莱恩边摇头边前行，就在这时，他突然停步，眸子微缩。他的灵感告诉他，楼上有奇怪的波动。第85章紧迫。奇怪的、扭曲的、隐约的波动一闪而逝，快的克莱恩差点怀疑自己产生了幻觉。要不是他对灵感的掌握已称得上熟练，此时有很大可能忽略掉这个异常。想到在楼上的妹妹，克莱恩皱起眉头，握紧手杖，绕过盥洗室，拐向了伍德家的阶梯。他快步往上，
根据灵感对残余痕迹的把握，来到了靠近阳台的起居室门外。应该是这里。克莱恩低语一句，抬手轻敲眉心2下，一个个气场透过墙壁和木质大门映入了他的眼眸，绝大部分颜色正常，轮廓模糊，但其中有一个表层正荡漾着邪异的黑绿，缓缓往内侵蚀的黑绿。果然有问题，克莱恩的表情变得异常严肃，伸右手解下了左腕缠绕的银链，他的左手握住银质的链条，让黄水晶吊坠在面前自然下垂。等到摆动平息，他勾勒光球，于心里默念了起来。我身前房间内存在超凡导致的危险，正常来说，灵摆法只是和占卜与自身相关的事情，以及小范围内的客观情况。所以，克莱恩的描述相当讲究，危险会导致自身被影响，房间则就在眼前。我身前房间内存在超凡导致的危险一遍又一遍，足足7遍之后，克莱恩睁眼看见黄水晶吊坠在做顺时针的转动，而且速度相当快。这表明房间内确实存在超凡导致的危险，而且危险的程度不低。赛琳娜是神秘学爱好者，她带朋友们玩某个仪式玩出了大问题，这该怎么办？克莱恩揉了揉眉头，将黄水晶吊坠重新缠好，伸手敲响了房门。咚咚咚，他有节奏的敲了3遍，脸上堆出了和善的笑容。吱呀一声，房门打开，穿着新裙子的梅丽莎出现在了克莱恩的眼前。克莱恩，有什么事吗？雨还没想到哥哥会过来，一时颇为诧异。克莱恩笑得不见一点阴霾的回答道：我听见你们玩得很开心，一时有点好奇，抱歉吵到你们了。梅丽莎不好意思的低头道歉。我们在玩魔镜占卜，赛琳娜懂得很多，很好玩。魔镜占卜，妹啊，你们怎么不去玩笔仙碟仙呢？克莱恩好气又好笑的摇了摇头，他的目光越过梅丽莎，望向了起居室内，看见了笑容阳光、酒窝深深的赛琳娜。然而，在他的灵视里，这位拿着镀银镜子的酒红色长发少女被那邪异的黑绿侵蚀的更加严重了。思绪急转，克莱恩斟酌着语言道：呵呵，我就不打扰你们的游戏了。啊对，伊丽莎白呢？我刚才和她聊到了古弗萨克语的语法，她说有问题想请教我。伊丽莎白，梅丽莎上上下下打量了自家哥哥几眼，语气古怪的强调了一句，他也才16岁。喂，你想什么呢？克莱恩当即解释道，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伊丽莎白对历史、对古代语言很感兴趣。梅丽莎又深深看了哥哥一眼，然后才道，他就在里面，我让他出来。好的。克莱恩退后一步，离开大门的位置，目送妹妹转身，他不太厚道的松了口气，庆幸遭遇危险的不是梅丽莎。他仅仅等待了10几秒，一脸迷茫的伊丽莎白就走了出来，疑惑问道：莫雷蒂先生，你究竟有什么事情？我没说过自己对历史和古代语言感兴趣。就在这时，他的话语被克莱恩严肃而郑重的表情打断，整个人豁然紧绷，似乎也闻到了什么不好的味道。克莱恩斜走几步，示意伊丽莎白扮演住房门后过来。脸颊有着可爱婴儿肥的女孩被陡然降临的凝重气氛影响，不自觉就跟了上去。你知道的，我是一个神秘学爱好者。克莱恩停下步伐，转而身体，直截了当的说道。伊丽莎白轻轻颔首回应，是的，我甚至认为你是神秘学专家。不，我只是爱好者，但这不妨碍我发现你们的魔镜占卜出了问题。克莱恩语气凝重的说道。出了问题？伊丽莎白险些拔高了音量，忙伸手捂住嘴巴。克莱恩想了想道，我知道单纯的言语很难让你相信，你现在就返回起居室内，趁赛琳娜不注意，偷看一眼她始终不给你们看的镜子正面。你怎么知道她不给我们看镜子正面？伊丽莎白脱口而出。据我们职业者内部的资料记载，90%以上的涉及邪恶的魔镜占卜案件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克莱恩微微一笑道。长时等到又疑惑又畏惧的伊丽莎白重新进入房间，她镇定平静的笑容一下消失，脸上写满了担忧。虽然都在北区，但从法尼亚街到佐特兰街至少得坐15分钟的公共马车，一来一回，等队长他们过来，事情恐怕已经恶化到无法收拾了。要是班森和梅丽莎没在这里就好了，但我对付不了那些隐秘的、未知的存在啊。有没有办法暂时遏制一下？对了，赛琳娜是神秘学爱好者，她的房间内应该不缺乏纯露、精油和草药等物品。就在克莱恩竭力思考对策的时候，伊丽莎白随意找了个有事商量的借口，
坐到了赛琳娜旁边。这次帮我占卜什么时候能够遇到一位浪漫的、英俊的绅士。对面一位少女喝了口葡萄酒，在众人调侃的视线里，红着脸蛋，鼓起勇气说道。赛琳娜轻咳2声，一本正经地摩挲着镜子背面道：魔镜魔镜，告诉我，尤妮娜心目中的绅士什么时候才会出现？连说3遍后，她拿起镜子，凑向了自己面前。抓住这个机会，伊丽莎白猛地侧身探头，望了一眼。按照预计，她觉得自己会在镜中看见赛琳娜的面孔，看见自己的半张脸。可是，映入她眼帘的只有赛琳娜。那面不大的镜子中只有赛琳娜，而且还是全身出现的赛琳娜。镜子内一片漆黑，中央立着表情阴冷的赛琳娜。伊丽莎白浑身一颤，豁然往后倚住了沙发靠背，短时间内竟忘记了呼吸。她难以克制地站立起来，顾不得找借口，猛地起身，跌撞着跑向了门边，不敢再回头看那位笑容灿烂的赛琳娜。尤妮娜的身世将在半年之后的第2周周日出现。嬉笑的嗓音里，伊丽莎白开门而出，看见身穿燕尾服、头戴半高丝绸礼帽的克莱恩正站在壁灯阴影里。莫雷蒂先生，我……他结巴着说不出话。克莱恩镇定笑了一声，不要打扰到里面的小姐和女士被他的笑容感染。伊丽莎白平静少许，伸手拉拢房门，快步来到壁灯附近。我看见了，我看见那镜子里只有赛琳娜，恶魔一样的赛琳娜。他压低嗓音说道。果然。克莱恩又凝重了几分，沉声问道：你知道赛琳娜的卧室是哪间吗？知道她的那些神秘学物品在哪里吗？就在那里，神秘学物品也在那里。伊丽莎白毫不犹豫地指着斜对面的房间道。克莱恩提着手杖走了过去，拧开没有反锁的木门，就着窗外的路灯光芒和高空的绯红月华打开阀门，点燃了煤气灯。昏黄的光芒闪耀中，他一眼扫过，看见了一瓶瓶纯露、花精，看见了一盒盒草药粉末，以及一根根蜡烛，一个个护身符。这些物品或摆放在书桌上，或整齐排列于架子内，都贴着标签，给出了名称。确认之后，克莱恩对跟在身后的伊丽莎白道：你想拯救赛琳娜吗？想。伊丽莎白下意识点头后，又愣愣问了一句：危险吗？有一定的危险，毕竟我只是一个神秘学爱好者。克莱恩坦然回答。一定的危险。伊丽莎白紧抿嘴唇几秒道：需要我做什么？克莱恩笑容温和的安抚道：不用紧张，你只需要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地回到起居室，回到赛琳娜旁边。5分钟之后，记住，5分钟之后，你以给赛琳娜惊喜为借口，带着她来到这里，轻敲房门，一长两短。接下来就交给我。伊丽莎白默默回想了一遍，郑重颔首道：好的。看着她返回起居室，克莱恩看了眼怀表，合拢了赛琳娜卧室的门，然后手脚快速的将书桌清理了出来，并将需要用到的物品一一挑选至椅子上。紧接着，他拿起2根有淡淡馨香的蜡烛，分别放在了书桌的左上角和右上角。这是绯红之烛，恶难与恐惧女皇的象征。克莱恩要在这里举行仪式，借助黑夜女神的力量来对抗那神秘的、未知的，影响着赛琳娜的存在。由于他只是序列9，掌握的仪式魔法不够厉害，要想成功，就一定得让伊丽莎白将赛琳娜引入密封圈，引入祭坛范围，所以也就必须考虑到对方察觉并反抗的情况。基于以上因素，克莱恩准备采用中断式的仪式魔法。第86章祈求。所谓中断式仪式魔法，就是指非凡者举行仪式的时候，可以视情况中断，先行完成别的事情，等到忙完再返回继续，并且依然能得到想要的效果。这是仪式魔法上千年发展中衍生出来的技巧，毕竟不少高阶的仪式需要的步骤众多，可能得花费1个小时、2个小时，甚至半天的时间才能完成，过程中很难保证没有别人打扰，没有意外发生。经过一位位先辈的血泪教训，经过一次次失败的反馈，能够中断的仪式魔法在高层次成为主流，并间接影响到了低阶的部分。但能够中断不表示想什么时候中断就可以什么时候中断，想怎么中断就能够怎么中断，必须遵循神秘学的理论，掌握对应的技巧，否则仪式失效是无法逃避的结局，甚至还会引来恐怖的反噬。按照克莱恩的理解，就是当你成功获得某位神灵的注视，在他等待你说出祈求内容的时候，你忽然来一句等等，我先去下盥洗室，那么可以恭喜你，你永远都不需要再去盥洗室了。
呼，克莱恩吐了口气，让自己保持住镇定。他虽然举行过多次转运仪式，并且还设计了相应的流程让正义和倒吊人尝试，但真正的符合规定的仪式魔法，今天还是第一次实践。看了眼靠在床沿的香银手杖，克莱恩拿起第3根蜡烛，将它摆放在了书桌正中央，以此象征自己。紧接着，他把赛琳娜的仪式用银质小碗放到第3根蜡烛前方，代替有圣灰的大釜。左边是蕴含了月亮花、生棉花等植物的纯露和精油，右侧是一叠盐、一把小型银笔、一张仿羊皮纸、一根沾水羽毛笔。还好赛琳娜的东西比较齐全，否则还真没办法完成布置。而老尼尔那种快速仪式不是占卜家能够做到的。这么看来，赛琳娜是较为资深的神秘学爱好者啊。不是资深的也闯不出这样的祸。他才16岁啊，接触这个至少超过1年了吧？是谁领他入门的？克莱恩思绪偏飞间，从床头位置拿起赛琳娜的杯子，倒进清水，放于粗盐旁边，掏出怀表，啪的按开，看了一眼，他没再耽搁，于脑海勾勒出层层叠叠的光球，飞快进入了冥想。荡漾着花香的房间内忽然有无形的风打旋，已收起怀表的克莱恩眼眸豁然转身，由褐变黑，像是能看见每一位注视者的灵魂。他伸出手掌抵于右上角的蜡烛处，于心里默念道：黑夜女神啊，您是绯红之主。默念之中，克莱恩延伸灵性，摩擦烛心，多次之后，那根蜡烛腾的一下被点燃，昏黄的光芒里带上了些微宁静的浅蓝。黑夜女神啊，您也是恶难与恐惧的女皇。依照刚才的办法，克莱恩顺利将左上角的第2根蜡烛点亮。我是您忠实的守卫，是黑夜里抵御危险的盾牌，是寂静中刺向邪恶的长矛。腾，象征着克莱恩的第3根蜡烛开始燃烧，没有丝毫摇曳的烛火里，他拿起银质小刀，模仿着老尼尔的举止，用皱纹和粗盐、清水完成了圣化。然后他让自身积蓄的灵性从银笔尖端喷薄而出，与自然融合为一。手拿银质小刀，克莱恩绕着卧室走了一圈睡床所在的位置，他用膝盖代替了双脚，让无形的壁垒密封了这里。窗外的路灯光芒瞬间消失，但绯红依旧安静照耀。克莱恩回到书桌前，拿起羽毛笔，用灵性配合墨水，描绘出了避免恶难的皱纹和符号。做完这一切，他放下手中的事物，将几瓶纯露、花精和精油分别往3根蜡烛滴了一滴。淡淡的雾气弥漫，房间内顿时多了几分神秘的感觉。依次又燃烧了几种草药，克莱恩在混杂的香味里退后一步，诵念起了中断时仪式魔法对应的咒文。比星空更崇高，比永恒更久远的黑夜女神，我祈求您的眷顾，祈求您眷顾一位您忠实的信徒，我祈求绯红的力量，我祈求恶难与恐惧的力量，祈求您让您忠实的信徒赛琳娜·伍德脱离邪恶的沾染，脱离恶难的缠绕，我祈求您。等待片刻，等待那位不幸的女孩月亮花啊，属于红月的草药，请将力量传递给我的皱纹。生棉花啊，属于红月的草药，请将力量传递给我的皱纹。诵念完咒文，克莱恩闭上眼睛，在心里重复了7遍。剑祭台没有任何异常，他再次握住银笔，一步步倒退，退到了赛琳娜的卧室门口。他在胸口连点4下，画了个绯红之月，然后转过身体，举起了银笔。灵性又一次从尖端喷薄而出，在无形的墙壁上切割出了门的形状。克莱恩知道，这个时候即使自己开门，也不会影响到祭台的宁静和圣洁了。他掏出有枝蔓花纹的银色怀表，核对了时间，预言起后续的流程。2楼起居室内，身体轻微站立着的伊丽莎白时不时抬头看一眼壁中，在2盏煤气灯的光芒里默算着时间。差不多了。他无声低语的同时，侧头望了眼酒红色长发的活泼少女。对方酒窝很深，笑容灿烂，和周围的每一位朋友都能聊得很好。可越是这样，伊丽莎白就越是感觉恐惧。镜中那英伦可怖的赛琳娜似乎一直存在于他的脑海，难以遗忘。不能再等了，必须行动了。伊丽莎白豁然站起，在众人诧异的目光里，结巴着笑道：赛琳娜，我有个惊喜给你。给你？你和我出去一下？真的吗？你不是送过生日礼物了吗？赛琳娜将镜子反扣拿好，颇感诧异的跟着起身。惊喜是不会有任何
任何征兆的伊丽莎白觉得自己简直毫无表演天分，她没有再说，当先走向了起居室门口。赛琳娜笑容疑惑的跟在后面。梅丽莎看着两位好友离开，眉头不自觉皱了起来。今天的伊丽莎白好奇怪，她和克莱恩见过面后就更加奇怪了。她刚才突然跑出去，说是急着到盥洗室，可为什么表情会显得那么慌张？赛琳娜的卧室门口，伊丽莎白深吸了口气，对面前女孩道：“我们进你的房间。”伊丽莎白，我感觉你很紧张，很害怕，为什么？赛琳娜不解地望着好友，发现他的身体在止不住的颤抖。激动，对，激动。伊丽莎白瞄了眼赛琳娜手中的镜子，半转身体，敲动房门，一长两短。为什么敲门？赛琳娜更加茫然了吱呀，她的卧室门被打开了，身穿黑色燕尾服，头戴半高丝绸礼帽的克莱恩出现于两位女孩面前。惊喜，这就是惊喜。赛琳娜嘴巴半张，脑袋一片迷糊。就在这个时候，克莱恩忽然探手抓住她的腕部，将她拉进了房间，看得伊丽莎白愣在了原地。与此同时，克莱恩银笔点出，喷薄灵性，飞快弥补了切割出来的门形通道，无形的灵性之壁再次密封了房间，将赛琳娜的尖叫隐藏在了里面。砰！克莱恩猛地关上门，看都没看赛琳娜一眼，就快步奔回了书桌前方。酒红色长发的少女停住尖叫，抬起脑袋环视了房间一圈，她的目光迅速变得阴冷，皮肤一点点苍白，食指飞快长出了白森森的尖锐指甲。而这个时候，克莱恩早重归冥想状态，边往3根蜡烛各滴了一滴月亮花萃取的精油，边朗声诵念道：“至高的绯红之主啊，伟大的恶难与恐惧女皇，我祈求您降下眷顾，眷顾您迷失的羔羊赛琳娜·伍德。”皱纹声里，他拿起那张仿羊皮纸，将它凑向了象征祈求者的蜡烛。呜！他感受到了背后的阴冷之风，感受到了沉重的力量袭来。羊皮纸被点燃，克莱恩将它丢入了银质小碗，自己则早有准备的矮下身体，躲过了致命一抓。呜呜呜！风声变得异常激烈，克莱恩只觉自身灵性潮水般外涌，根本遏制不住。他看见银质小碗内的羊皮纸燃烧出了宁静的深黑，听到身后有重物坠地的动静。扑通，砰当，几乎没有间隔的2道声音里，一缕缕黑绿的无形气体投入了银质小碗，消失在了那片幻觉般的深黑里。克莱恩半滚向旁边，顺势起身，拔出了腋下的左轮，但他凝目望去，只看见酒红色长发的可爱少女赛琳娜倒在了地面，镀银的镜子则在毯子上摔成了无数碎片，而那些碎片没再映照出赛琳娜，老老实实的呈现着天花板，呈现着克莱恩的剪影。这时，没关闭灵视的克莱恩看见赛琳娜气场内的邪异黑绿已全部消失，一切恢复了正常，只是显得薄弱了许多。呼！他刚有松气，就感觉眉心一阵阵刺痛，脑袋一阵阵刺痛，这刺痛传遍了他的全身，让他恨不得满地打滚。克莱恩的拳头猛然紧握，手背青筋一根根凸显，颜色全黑，仿佛活动的蠕虫。与此同时，他听到了无声的呐喊，听到了撕裂自身精神的呢喃。足足10几秒后，他才缓了过来，只觉额头与背心尽是冷汗。刚才的一式魔法抽空了我的灵性，差点让我的非凡力量失控。克莱恩粗略判断起情况，而这件事情也让他察觉到自身似乎消化了不少魔药内的残余精神。因为如果按照服食魔药后的最初强度推算，他觉得自己刚才根本撑不下来，会直接崩溃成怪物。扮演法还是很有作用吗？克莱恩轻敲眉心，抹了把汗，他转身面向祭台，在胸口点了4下，朗声开口道：“赞美女神。”接着他依次熄灭蜡烛，快速收拾好祭台，随意将物品重新放回书桌后，他用银笔解除了密封的灵性之墙。呜！风声回荡，寂静退去，克莱恩长长松了口气，对刚才的事情深感后怕。要不是我预演过流程，顺利完成了仪式，事情就麻烦了。而且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对手是谁，敌人是谁。幸运的是，幸运的是，房间铺着地毯，我的翻滚没有损伤衣物。他摇了摇头，探手拉开了赛琳娜卧室的木门。怎么样？伊丽莎白倒退2步，紧张问道。克莱恩看着他害怕的样子，取下半高丝绸礼帽，温和笑道：“我已经纠正了他魔镜占卜的错误，事情解决了。”第87章叮嘱。
真的解决了？伊丽莎白还有点不敢相信的反问道。克莱恩不慌不忙的笑着点头。是的，事情并不困难，以上这句话是骗你的。他在心里默默补充道。或许是克莱恩一直表现得非常镇定，也或许是这属于仅有的一块浮板。伊丽莎白没再怀疑，拍了下胸口，长舒口气道：谢谢你，你真是一位值得信赖的绅士。我刚才简直吓坏了。赛琳娜怎么样？她没事吧？她可能会昏睡几分钟，但没有别的问题。虚弱2-3天是正常的事情。克莱恩说到这里，忽然板起脸孔，严肃开口：他的神秘学老师是谁？难道没有告诉过他基本的禁忌事项吗？伊丽莎白顿时站得笔直，就像受了老师批评的学生。他思索着道：赛琳娜提过他的神秘学老师是海纳斯·凡森特。1年前，他到豪尔斯街区的占卜俱乐部占卜，认识了这位先生海纳斯·凡森特。他表面是指导没有问题的魔镜占卜，私底下在教授黑占卜啊。早知道就早点通报队长，早点查他的瓦斯计费器。克莱恩略感懊恼，沉声问道：赛琳娜的魔镜占卜也是他教导的？对克莱恩来说，这件事情最让他后怕的是差点影响到妹妹梅丽莎。伊丽莎白小心翼翼地点头道：是的，但之前赛琳娜几次尝试魔镜占卜都没有成功。她今天告诉我，她偷看了她老师密藏的皱纹，肯定没问题，作死小能手。克莱恩头疼的捏了捏太阳穴道：你还记得他诵念的皱纹吗？虽然海纳斯·凡森特没有主动将危险之事教授给赛琳娜，但可以明显看出他自身在做尝试，而招惹未知的隐秘的存在，出事情只是早晚的问题，必须尽快处理，避免状况恶化到影响他人。记得一部分，伊丽莎白回想到，他用的是神秘学里面的赫密斯文，你知道的，我刚接触一段时间，只记得有徘徊、英灵、造物主、眷属这几个单词。造物主，真是造物主。很多地下神秘学爱好者确实信奉这位被不少隐秘组织尊崇的古老存在。对，第5纪初期，1000多年前就有出现的古老存在。克莱恩若有所思点头道：等赛琳娜苏醒，你记得问清楚完整皱纹，然后找机会告诉我。好的，伊丽莎白爽快回答，但旋即他又疑惑开口道：莫雷蒂先生，你为什么不直接问他？我并不希望梅丽莎知道我爱好神秘学，你能为我保密吗？克莱恩不答反问。伊丽莎白轻咬了下嘴唇，眼睛发亮道：没问题，梅丽莎确实喜欢机械胜过神秘，喜欢理性胜过直觉。克莱恩将拿着帽子的手按到左胸，绅士般鞠躬道：感谢你的理解。而赛琳娜，你知道的，她不是一个善于保守秘密的人，更准确的描述是，她喜欢和别人分享秘密。伊丽莎白认同道。克莱恩戴好帽子想了想道：等赛琳娜苏醒，你记得告诉她。她忽然晕倒，摔碎了镜子。我想他的记忆肯定还停留在刚开始魔镜占卜没多久。见伊丽莎白点头，他又再次板起脸孔道：记住，不管是进行占卜，还是尝试别的神秘学知识，都不要向除了7位神灵之外的存在祈求。见到不属于这种类型的皱纹，立刻烧掉，远离提供者。今天如果不是我及时发现，再等10分钟，赛琳娜就会成为怪物，成为恶灵，而在场的人不会有谁幸存，包括我。想到镜子里阴冷的赛琳娜，伊丽莎白一点也没有怀疑克莱恩的说辞，后怕叹息道：我知道，我记住了，我也会监督赛琳娜的。好了，你进去照顾赛琳娜吧。克莱恩扬了扬相迎的黑色手杖，迈步走向了楼梯口。行走间，他眼眸转身，视线内收，右手掏出一枚一便士的铜币，当的一声弹往半空。赛琳娜已经没有问题，赛琳娜已经没有问题。克莱恩飞快重复着这个陈述，伸手接住了那枚翻滚下落的铜色硬币，看见是乔治3世的头像朝上。这不是灵摆法的简化，而是梦境占卜的简化。刚刚那个瞬间，克莱恩借助冥想，让自身强行入睡。神幽灵界，硬币正反面则是外显的象征符号。头像正确，数字错误。很好，没问题了。克莱恩让黄铜色泽的硬币在指尖欢快打旋。刚才属于占卜家才能完成的简化。伊丽莎白凝望着克莱恩的背影，看到了飞舞的便士，看到了随手的接住。直到克莱恩消失在楼梯口，他才转身进入卧室，看见赛琳娜昏睡在地上，侧方尽是玻璃碎片。他屏住呼吸，踮起脚尖，看了眼镜子碎片，确认里面不再有阴冷的赛琳娜，且映照出了天花板景象。呼，
伊丽莎白彻底放下心来，长长的松了口气。可是努力几次，她都没能将赛琳娜扶到床上，反倒惊醒了对方。伊丽莎白，我怎么了？喝醉了吗？赛琳娜略有点无力的问道，明亮的眼眸暗淡了许多，充满着迷茫。伊丽莎白思索了几秒，异常严肃的回答道：不，赛琳娜，你出问题了，你的魔镜占卜招惹来了不好的存在，是吗？赛琳娜在伊丽莎白搀扶下，虚弱的坐到床沿，揉着太阳穴道：我只记得我刚开始魔镜占卜。伊丽莎白半真半假道：你刚才简直像是变了一个人，镜子中的你和现实的你甚至都有点不一样。我很害怕，借口给你惊喜，带你进入卧室，抢过你的镜子，将它摔碎在了地毯上，然后你就晕倒了。女神庇佑，你现在正常了。我不记得了。赛琳娜脸色苍白的呢喃道，她越是回想，脑袋越是一片空白，也越是感觉害怕。下意识间，她抬头望向了书桌，发现那里的摆放与之前有明显不同。究竟发生了什么？赛琳娜苦苦思索，只隐约记得一个穿黑色燕尾服，戴半高丝绸礼帽，不强壮，不高大，却颇为挺拔的背影。赛琳娜·伊丽莎白郑重地说道：我上次去地下交易市场购买护身符的时候，遇到了一位神秘学专家，他告诉我，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向7位神灵之外的存在祈求，否则必然会引来灾祸。答应我，不要再尝试了。刚才我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救你。赛琳娜也是被吓坏了，忙不迭点头道：不会，我再也不会尝试了。你魔镜占卜时的皱纹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有机会再遇到那位神秘学专家，我会帮你请教的。伊丽莎白故作随意的问道。赛琳娜揉着太阳穴，想了想道：徘徊不去的英灵真是造物主的眷属，凝视命运的眼睛哒哒哒。克莱恩沿着楼梯下行的时候，认真整理了衣物的褶皱，拍干净了上面的灰尘。然后他取下半高丝绸礼帽，提着相迎的黑色手杖，漫步回到了长条餐桌旁。你去哪里了？快10分钟了。赛琳娜的哥哥克里斯刚好弃牌，侧头问了一句。克莱恩笑笑道：盥洗室，接着去2楼认识了几位小姐和女士，我欣赏你的直接。克里斯哈哈赞道。他有着红色的头发和家传的不高身材，脸上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气质相当的干练，是位出色的事务律师。如果你知道我去2楼弄晕了你的妹妹，你肯定不会这么说。克莱恩谦虚道，只是讨论一些学术问题，神秘学方面的。他放好帽子，回到座位，等到下一把开始。拿到了2张底牌，翘起边缘一角，他看见了一个黑桃 K， 一个方块 A。手气转好了吗？这是做好事的回报。克莱恩拿出铜币，准备下注。既然皱纹不是海纳斯主动透露给赛琳娜的，那就不需要太急切着去通报队长。他如是想到。之后的牌局里，他保持着谨守的打法，有了好牌才会下注，也不去抓没有把握的诈糊，整体输赢不大。到10点半结束的时候，赢了6便士，我赢了2苏勒8便士。班森把玩着手里的纸币和便士。没想到你是扑克专家。克莱恩笑着赞了一句。不，我并不怎么打牌，但我知道，这和谈判一样，必须隐瞒自己的底牌，看穿别人的底牌，然后用各种办法吓唬他或者引诱他。班森还没说完，就看见梅丽莎等人从2楼下来。该回家了。克莱恩瞄了眼妹妹和他的好友们，揉了揉太阳穴道，他脑袋的抽痛依旧存在。接着克莱恩去了次盥洗室，借助擦身而过的机会，从伊丽莎白那里知道了完整的皱纹。回到哥哥和妹妹的身前，他微笑说道：对了，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需要回公司一趟。等下我们先去佐特兰街吧。很快的。第88章汇报。什么事情？班森随口问了一句。梅丽莎则认真看着哥哥，因为他觉得克莱恩今晚的表现同样古怪，只比伊丽莎白和后来的赛琳娜好一点。克莱恩早想好了说辞，呵呵笑道：有份文件的某个描述出现了错误，而我已叮嘱同事明早一到公司就提交上去，所以要么现在顺路过去修改，要么明天早起至少半个小时。毫无疑问，我选择前者。我一直觉得你打牌不够专心，原来是在思考工作的事情。班森恍然明悟，旋即笑道：不，我道歉，我应该这样说，打牌有助于思考。好的，我们会等你的。梅丽莎收回打量的视线，抬手整理了下羊腿袖的荷叶边。因为早过了有轨和无轨公共马车的运营时间，兄妹3人告辞出门后，只好就近雇佣了出租马车。
二苏勒45分钟。我听说每一位出租马车的车夫都会胡乱加价，班森将赢来的大部分钱心疼的付了出去后，压低嗓音抱怨了一句。克莱恩笑笑道：“我认为可以接受，现在都快11点了，我只是开个玩笑。我现在的想法是，我们其实可以联合雇佣，和其他客人一起，45分钟能到很多地方。”班森望着窗外陆续雇佣着马车的人们道：“我懂，拼车马。”克莱恩摩挲着手杖顶端的镶银花纹道：“我们没有问题。但其他客人有，班森，你没有发现吗？他们都非常注重自身的形象，非常在意体面这件事情。我想，这或许就是中产阶级的共性。”班森认真点头道：“伍德家也比我想象的奢侈。然而，老伍德的薪水才每周4磅。呵，体面也许就是某些中产阶级和卷毛狒狒最大的区别。卷毛狒狒招你惹你了？”克莱恩险些没能忍住笑意。梅丽莎没有加入他们的讨论。坐到位置上，时不时打量克莱恩一眼，看得他心里略有点发毛。轻便的双轮马车在安静的、暗淡的街道上飞快行驶，只用12分钟就抵达了佐特兰街。你们在这里等我5分钟，不超过5分钟，我就会回来。克莱恩强调了一遍，戴上礼帽，拿上手杖，走下了马车。因为是计算时间，而非路程，马车夫对等待也没有任何意见。沿着楼梯往上，克莱恩来到黑金级安保公司外面，咚咚咚敲响了大门。不到10秒，大门向后敞开，披着马甲、穿着衬衣的伦纳德·米切尔出现于他的面前。你今晚不用值守，伦纳德略显诧异的强调道。克莱恩每周只需轮值查尼斯门1天，其余时间依旧能保持正常作息。至于晚上的突发事件，由喜欢黑夜的不眠者们包揽，但每天只睡2-3个小时会造成脱发和记忆力衰退。每当想到这些，克莱恩就会忍不住调侃似的腹诽队长邓恩·史密斯。我有事情汇报，他简单说道。有任务？伦纳德让出门口的位置，随口问了一句。克莱恩刚走入接待厅，就看见邓恩披着黑色风衣出来，灰眸一如既往的幽深。队长，我遇到了一件超凡事件，具体情况？邓恩直接问道。克莱恩将之前的事情和自身的处理原本说了一遍。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对海纳斯·凡森特展开调查。他当时是认为，既然魔镜占卜请来的邪恶之物还没有制造惨案，还没有让自己得到极端危险的提示，那就表明对方可能还需要时间，不愿意提前苏醒或是控制住赛琳娜。所以只要没直接暴露出自身的目的，邪恶之物肯定会优先选择观望。这样的情况下，伊丽莎白将赛琳娜骗到卧室门口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你处理得很好，抓住了恶灵还未彻底降临，还未完全附身的时机。邓恩轻轻颔首道，接下来的调查就交给我们，你可以回去休息了。克莱恩松了口气，呵呵笑道，我还以为队长你会将这件事情作为我的入队任务，让我独自一人去完成。从伊丽莎白提供的皱纹看，海纳斯·凡森特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这是因为你的入队任务已经有了。散漫随意的伦纳德在旁边轻笑道。什么？克莱恩吓了一跳。邓恩嘴角上翘，嗓音醇和的解释道，晚上7点多的时候，我们接收了一起警察局转过来的案子，初步确认没什么危险，也不紧迫，所以打算让你明天独自去完成。好了，不要问是什么案子，今晚好好睡一觉，你的休息日挪到周2或者周3。队长，你这样我更睡不着好不好？而且周1下午是塔罗聚会的日期，难道要预先给正义和倒吊人发条推迟消息？克莱恩摇头苦笑，告辞离开。出了楼梯口，他忽有察觉，抬头望向了自家雇佣的那辆马车。只见梅丽莎正隔着窗户静静打量自己，视线接触，梅丽莎一下扭头，端正坐好。克莱恩嘴角微动，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般走上了马车。绯红的月亮和纯净的夜空之下，双轮马车轻快行驶，穿过了一条又一条街道。回到家中，克莱恩让班森先去洗澡，自己来到梅丽莎卧室门口，抬手敲了2下。正打算去另一个盥洗室的梅丽莎吱呀开门，疑惑地望着哥哥。梅丽莎，你有什么事情想问吗？我知道的，你有。克莱恩直接开口道。不要总是暗中观察。梅丽莎嘴唇翕动了几下，微皱眉头道，克莱恩，你究竟对伊丽莎白做了什么？我感觉她很不对劲。还有，赛琳娜后来也变得非常奇怪。克莱恩早有准备的反问道。你知道伊丽莎白和赛琳娜是神秘学爱好者吗？知道，但我不喜欢。
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无法理解的。梅丽莎愣了愣，认真回答道，所有的不理解，都只是因为我们掌握的知识还不够多。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克莱恩心虚的附和了一句，曾经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直到作死成功。他轻咳了2声，继续说道，神秘学包含赫密斯文，这是古代祭祀和祈祷的专用文字。伊丽莎白知道我擅长这方面，毕竟这是历史学家的领域，所以向我请教了几个发音的对应单词和具体意思。梅丽莎微微点头，对哥哥的这个解释表示接受，因为符合他对双方的了解。至于伊丽莎白和赛琳娜后来为什么会变得古怪，我并不清楚具体的原因。克莱恩先撇清自己后说道，不过我可以猜一猜，你猜得到？梅丽莎诧异脱口。克莱恩抬手杵了杵嘴巴道，我是从伊丽莎白请教我的内容来猜测的。他说的那几个赫密斯文与占卜有关，与一些邪恶的祭祀对象有关。赛琳娜进行魔镜占卜的时候，是不是诵念过赫密斯文？他主动提到这件事情，就是为了让妹妹以后警惕类似的事情。要是能远离赛琳娜和伊丽莎白，那就更好了。是的，梅丽莎迟疑着回答道，我想我明白伊丽莎白和赛琳娜的古怪了。这时，克莱恩故意反问道，因为赛琳娜的魔镜占卜涉及到邪恶的、非法的信仰，伊丽莎白从我这里弄清楚对应赫密斯文的具体含义后，找了机会指责对方，纠正了对方的错误。我认为是这样的。梅丽莎对这个结论毫不怀疑，因为是她自己推理出来的。见自己的诱导见效，克莱恩松了口气道，你以后也要多告诫赛琳娜，让她回到信仰的正途上来。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很有目示范的在胸口点了4下。我会的，梅丽莎语气坚定的回答。还有，不要把我们的推测，不要把我说的内容告诉伊丽莎白和赛琳娜。我原本答应过伊丽莎白不告诉你的，克莱恩最后强调道。梅丽莎轻巧地点头。周一上午8点，黑金级安保公司，克莱恩取下帽子，和罗珊、布莱特打过招呼，寒暄完天气，就进入了队长邓恩·史密斯的办公室。他推开房门，抬眼望去，忽然吓了一跳，因为邓恩的脸色相当苍白，灰眸也略显浑浊，失去了往常的幽深。出了什么事情吗？海纳斯·凡森特，克莱恩又惊讶又关切地问道。邓恩揉了揉额头，抿了口咖啡，苦笑着说道，海纳斯·凡森特死了，被谁提前杀了？克莱恩拿着手杖坐到邓恩对面。邓恩没有直接回答，叹了口气道，我和伦纳德昨晚就去找了海纳斯·凡森特，因为他平时没表现出异常的征兆，家里也没有古怪的地方，所以我决定先进入他的梦境寻找线索。在他的梦境里，邓恩重复了2遍，目光不自觉流露出畏惧的说道，在他的梦境里，我看见了一个十字架，巨大的十字架，撑满了天空的十字架。在这十字架上面，黑色铁钉钉着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他两臂张开，双脚在上，头部如同吊坠般垂下，身体有着一道又一道的血渍。刚看到这样的画面，我就晕了过去，离开了海纳斯·凡森特的梦境。等我醒来，伦纳德告诉我，海纳斯在睡梦中死亡了。巨大十字架，倒吊的，浑身血渍的男人，这和几个隐秘组织信奉的真实造物主有点像，但又有很大不同。克莱恩疑惑地推测到，信奉真实造物主的隐秘组织主要是最近200-300年才出现的几个，比如极光会，比如铁血十字团，但之前1000多年来，类似的形象从未消失。邓恩再次揉了揉额头，我们后续会跟进的，你现在先去完成你的入队任务，第89章简单任务。克莱恩点了下头道，好的，但我还不知道我的任务究竟是什么，一个不危险的任务，至少现在还看不出危险的征兆。邓恩先强调了重点，然后才说道，这是从金梧桐区警察局转过来的案子，著名慈善家德维尔爵士连续1个月受到奇怪的骚扰，但无论是他的保镖、聘请的安保人员，还是警察，都找不到案犯。负责这件事情的托勒督察高度怀疑与超凡力量有关，于是提交给了我们。我之前在图书馆看见德维尔爵士，发现他情绪很差，精神虚弱，原来是因为受到了骚扰。克莱恩微皱眉头道，是什么样的骚扰？这件事情目前还没有产生实质的伤害，确实称不上危险。德维尔爵士每晚都会听到痛哭和呻吟，不管他睡在哪里，不管他在不在停更，这让他的睡眠质量非常差。邓恩翻了下手边的资料道，他去看过心理医生，也询问过身边的管家和仆人，确认不是幻觉，所以怀疑有人骚扰合拢文件。邓恩抬头看向克莱恩，
你去休息室换上你的见习督察服装，到射击俱乐部大厅与托勒督察会合，他会告诉你更加详细的情况。见习督察服装？克莱恩下意识反问了一句。邓恩揉着额头，笑笑道：“我们有一半的薪水由警察厅支付，见习督察的名义不仅仅只存在于档案里。你第一次见到我和伦纳德的时候，我们同样穿着制服，这是每一位正式队员都拥有的福利。罗塞尔大帝说的那种福利，可惜平时不能穿，否则就可以多一套换洗衣物了。”克莱恩拿上手杖，行礼告辞，退出了队长办公室。他来到斜对面的休息室，看见里面放着一套包括皮靴的黑底白格制服，软帽镶嵌着双剑交叉、簇拥王冠的纹章，肩部则有黑白交错为底，一颗银星闪耀的徽章。这就是见习督察。克莱恩瞄了一眼，发现肩章的银星下方还有一串不显眼的数字06254。他目前已初步了解鲁文王国的警察等级划分，明白位于最顶端的是警务大臣和首席警务秘书，其下是各个警察厅的总监、副总监、助理总监，位于中层的是警司和督察，最底部是警长和警员。关好房门，克莱恩脱掉自身正装，摘下帽子，换上了那套制服，挂好原本的衣物，他推门而出，进入文职人员办公室，照了照罗珊争取来的全身镜，镜中的年轻男子黑发抖擞，褐眸温文，一身制服则让他比往常多了几分英气。不错嘛，克莱恩心情愉悦地自恋了一句，将手杖留在办公室，转身走出了黑金级安保公司。他的口袋内，警官证和全类武器使用证一样不少。射击俱乐部的大厅内，克莱恩看见了托勒督察，因为他是这里唯一穿着警察制服的人。当然，现在要加上我了。克莱恩默默补了一句。托勒督察的肩章有2颗银星，衣服被肚子撑起，脸上留着浓密的棕黄胡须，身材高大但不威猛，或者曾经威猛过。莫雷蒂，克莱恩，莫雷蒂。托勒上下打量了几眼，微笑迎了上来。你好，托勒督察，我想你应该没有认错人。克莱恩诙谐回答，并根据印象举起右手，合拢五指，行了一礼。托勒呵呵笑道，看得出来你是位容易相处的年轻人，这样我就放心了。我们现在就去德维尔爵士的家里。虽然他的警察级别高于克莱恩，但语气里却带着明显的询问意味。没问题，克莱恩想了下道，你可以在马车上给我介绍详细的情况。好的。托勒摸了摸浓密的棕黄胡须，引着克莱恩走出射击俱乐部，上了对面停放的一辆马车。马车上会有双剑交叉、簇拥王冠的文章，由专门的车夫驾驭。德维尔爵士是女神的信徒，所以我们将案子转给了你们。托勒刚刚坐下，就迫不及待地交代了一句。我知道，爵士是报纸内容和杂志封面的常客。克莱恩温和笑道。托勒拿起旁边的文件袋，解开缠绕，抽出资料，边翻边说道，不管你是否了解，我都需要给你做一次详细的介绍。德维尔爵士是廷根市数得上号的富豪，他的事业从制铅工厂和瓷器工厂开始，到现在已遍及钢铁、煤炭、船运、银行和证券。他还是受到了国王赞扬的大慈善家，建立了德维尔慈善基金、德维尔信托公司、德维尔图书馆。他5年前被授予了勋爵的爵位。如果他愿意竞选市长，我想廷根市不会有人是他的对手。不过他的目标在贝克兰德，他想成为王国上院的议员。我们曾经怀疑他被骚扰与这件事情有关，但找不到任何线索。克莱恩轻轻颔首道，不排除这个可能，但我现在什么也无法确定。托勒没有过多纠缠这个问题，继续说道，从上个月6号开始，德维尔爵士每晚入睡的时候都会听到让人头皮发麻的痛苦呻吟，就像是垂死的病人在竭力挣扎。他检查过周围的房间，没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而管家和仆人们也证实确实有类似的声音，只不过他们听到的动静很轻微。最开始德维尔爵士以为事情很快就会过去，并没有太在意，可痛苦的呻吟越来越频繁，甚至白天也会出现，而且还多了让人心脏抽搐般的哭泣，这让德维尔爵士一次又一次失眠，不得不离开廷根，前往乡下的别墅。但这没有任何作用，呻吟和哭泣依旧纠缠着他。同样的，哪怕他前往贝克兰德，事情也未获得平息，只是相对没有那么严重了。他请过安保人员排查周围，没发现任何线索。我们的初步调查同样缺乏收获，这超过1个月的折磨让德维尔爵士的精神接近崩溃。他一次又一次找心理医生上门，可还是无法摆脱困扰。他告诉我们，
如果问题在这1周内还是无法解决，他就搬离停根，前往贝克兰德。他相信那里肯定有人能够帮助他。听完托勒的描述，克莱恩飞快分析起各种可能。得罪了哪位非凡者，中了诅咒？不对，如果是诅咒，管家和仆人不可能同样听见声音。仆人和保镖里潜藏着一位不知道什么目的的非凡者。可问题在于，这1个多月里，依旧没人向德维尔爵士提出要求。或许是德维尔爵士不小心沾上了冤魂恶灵这种脏东西，不排除这个原因。克莱恩思绪纷呈间，马车进入金梧桐区，停在了德维尔爵士的门口。这里有铁栏杆围出的繁盛花园，有耸立着2座雕像的镂空铁门，有不断喷涌洗浴大理石神像的泉水，有占地面积极广的2层房屋，有足以3辆马车并行的道路。爵士家也只有2层啊！报纸上说贝克兰德在尝试高达10层的公寓建筑了。克莱恩走下马车，看见一个肩章有3条例的警员快步迎了过来。他望了克莱恩一眼，抬手行礼道：“上午好，先生。”上午好，克莱恩微笑颔首。托勒在旁边笑道：“这是警长盖特，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吩咐他。这是见习督察莫雷蒂先生，郡警察厅的历史学专家、心理学专家。”托勒又向盖特介绍了一句：“我担当不起啊。”克莱恩一阵羞愧。寒暄完毕，盖特指着喷泉后面的2层房屋道：“德维尔爵士在等着我们。”好的，克莱恩伸手摸了下腰间的左轮，这可是他目前对付敌人的最大依仗。因为换了警服，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将枪带放到腰侧，便于拔取了。说话间，一行3人沿着宽阔的道路绕过喷泉，来到了正门外面。此时早有仆人打开房门，恭谨等待。克莱恩趁还没有入屋的机会，假装整理帽子，捏了眉心2下，打开了灵室。敞亮的客厅内，方形脸的德维尔爵士正揉着额头，精神相当的差。他的暗金头发和蔚蓝眼眸或干枯或暗淡，整个人仿佛老了足足5岁。上午好，爵士。克莱恩、托勒和盖特同时行礼道。德维尔爵士起身，勉强挤出笑容回应：“上午好，3位警官，希望你们能解决我的烦恼。”这时，克莱恩眯了眯眼睛，眉头微有皱起。除了精神很差这点外，他没发现德维尔爵士有任何问题，这就很古怪了。他想了想道：“爵士，你最早听见呻吟是在哪个房间？”“我的卧室。”德维尔爵士摇了下头。“我们能去看一下吗？”克莱恩询问道。“你们不是检查过几次了吗？”旁边的中年管家皱眉反问道。很显然，他没有认出克莱恩是拾金不昧的好心人的同伴。克莱恩温和笑道：“那是我的同事，不是我，爵士。这位是警察厅派来的专家。”托勒抓住时机介绍了一句。德维尔深深看了年轻的专家一眼道：“好的，卡伦，你带他们去我的卧室。”“爵士，我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去。”克莱恩认真说道。德维尔迟疑了几秒道：“如果这能有助于解决问题。”他边说边拿起手杖，脚步虚浮地走向楼梯。管家卡伦和几位保镖簇拥在旁边，时刻准备着搀扶。克莱恩环视一圈，沉默但镇定地跟在后面。1步、2步、3步，他们来到2楼，进入了主卧。还没来得及审视环境，克莱恩的汗毛忽然根根竖起，这是来自他灵感的反馈。